科技研究的深入探索，不断揭示着人类与病毒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。在我们的基因组中，竟然隐藏着近10万个病毒的 DNA， 它们占据了人类 DNA 总量的 8%， 这一比例远高于具有遗传功能的 DNA 所占的 1.2%。这一发现无疑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与病毒之间的共生关系。病毒，这个看似冷酷无情的侵略者，其实在我们体内扮演着更为复杂的角色。它们并非总是带来疾病和死亡，有时甚至是我们生存和繁衍的助力者。比如，人体中存在的一个病毒基因，它参与合成了一种仅在动物胎盘中存在的核素蛋白。实验证明，如果这个病毒基因被删除，小白鼠的胚胎将无法存活。这不禁让人推测，人类可能正是借助了某些病毒的帮助，才得以在漫长的进化历程中繁衍至今。那么，病毒一定会让我们得病吗？答案显然不是绝对的。在非典时期，有一对医生夫妻同时进入隔离区救治病人，妻子不幸被感染，而丈夫在摘下护具为妻子做人工呼吸后，却奇迹般的没有被传染。这背后的原因正是丈夫超乎常人的免疫力。这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健康并非仅仅依赖于外在的防护，如戴口罩等，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强大免疫力，即中医所说的正气。为了进一步阐述这一观点，我们不妨再举2个历史例子。成吉思汗的儿子在灭亡金国时遭遇了严重的疫情，每天有上万人死亡。当时，多数医生采用清热解毒的方法治疗，类似于现代的抗病毒疗法。然而，只有李东垣及金元4大家之一，脾胃论的作者认为，疫情是因为人们内里太虚，无力抵抗病毒所致。他主张通过补益脾胃来增强人体正气，结果救人无数。如今，我们在药店里能买到的补中益气丸，正是那次疫情中留下的宝贵遗产。另一个例子发生在明朝末年，由于疫情和灾荒的肆虐，人们民不聊生。名医张景岳用一味补药熟地，成功救回了众多气息奄奄的病人。他也因此得名张熟地，并创制了流芳至今的两仪膏、复方阿胶浆的前身。李东垣和张景岳的故事是中医抗疫历程中的2大里程碑，他们共同遵循了中医治病的铁律：正气存内，邪不可。回顾中国的历史，东汉之后，我们经历了大小疫情300余次，但人口却基本保持稳定。这背后离不开中医对生命的深刻认识，以及中医名方在抗疫中的有效应用。在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中，我们也看到了补药的身影。比如黄芪作为补气药，它出现在多个中医治疗新冠肺炎的处方里。黄芪有益气固表的作用，能帮助人体建立一道抵御外邪的屏障。只要这道屏障建立起来了，无论面对的是新冠肺炎病毒还是其他病毒，我们都能以不变应万变。黄芪之类的补益制品在中医抗疫中功不可没。如果你现在就想用黄芪来提高自身的免疫力，可以每天用10克生黄芪泡水代茶饮。需要注意的是，黄芪适用于大多数人群，但肾阴虚、湿热严重者应慎用。此外，制黄芪也有补气效果，但力量不如生黄芪强，它更侧重于温胃健脾。除了黄芪外，你还可以选择玉屏风散的现代制剂、玉屏风颗粒以及两仪膏的现代制剂、复方阿胶浆。这些药物已经被用在这次的新冠肺炎抗疫中，它们根据人体虚弱的方面不同进行补益，气虚者补气，血虚者养血，使人体自身维持阴阳平衡，从而保证免疫力得以正常发挥。希望这期节目能够为你带来启发与帮助，也欢迎你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，共同探索更多中医养生的奥秘。我们下期再见。